又是无聊的一天。系统签到，紫竹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3000年修为。触发暴击奖励，恭喜宿主额外获得9转金丹1枚。3000年修为，聊胜于无吧。9转金丹，这玩意儿我向来都是拿来喂鱼的，池子里的鲤鱼都快化龙了。10年了，签到10年，我早已是大地巅峰，这些东西早就看腻了。妈的，穿越到玄幻世界就罢了，怎么刚穿越过来就要嘎了？生机已绝，竟还有一缕魂魄未散。也罢，你我相遇便是一场缘法。你是神仙吗？吾乃紫竹，孩子，你可愿随我修行？长歌，为师尘缘已了，该去追寻自己的道了。从今日起，你便是这紫竹峰的新主人。师傅，你要去哪儿？您才收我为徒半个月啊！去该去的地方，记住，守住本心，方得始终。妈的，皮师傅这就走了，老子怎么办？修仙世界恐怖如斯，小小的老子该怎么存活啊？检测到宿主稳定，签到系统正式激活，首次签到可获得神级奖励，是否签到？系统，我的金手指，签到，立刻签到！恭喜宿主首次签到，获得诸天第一体质鸿蒙神体。10年间，本座每日签到、修为、功法、地兵早已堆积如山，凭借鸿蒙神体，更是毫无瓶颈地突破到了大地之境。但是，这个世界水深的很，大地又如何？回速发育才是王道。继续签到吧，不到无敌，绝不出山。收徒大会又要吵闹好一阵子了。晚辈李玄风拜见郭师叔。玄风啊，什么风把你吹了？宗主不是让你在收徒大会上维持秩序吗？师尊特命晚辈前来，请师叔参加此次收徒大会。师尊说，紫竹峰一脉冷清已久，希望师叔为峰内增添些人气。随我进大殿说办。好恐怖的灵气浓度，比宗主的擎天风还要浓郁10倍不止。我卡在凝丹境中期的瓶颈，竟有了一丝松动。师叔，宗门大典还请收徒。哎，别了，你看我入宗才10年，修为尚浅，不过凝丹境而已，自己都还没弄明白，哪有本事教徒弟啊？去了也是给宗门丢人啊！凝丹境不可能，光是这峰内的灵气，就绝非凝丹期修士能拥有的。师叔定然是早已突破，只是性子低调，不愿显露。难道师叔已经摸到资福境的门槛了？师叔说笑了，您天资卓绝，是我辈楷模。哎，不说这个，宗主他老人家最近可好？晴月峰的张师兄，还有天泉峰的柳师姐，他们修为可有精进？弟子不知。若非我将签到得来的好几条极品灵脉打入紫竹峰地下，此地的灵气又怎会浓郁至此？宗主他们几个隔三差五就借着陪我练剑、监督我喝汤的名义跑来蹭灵气，估计他们一个个啊早就偷偷摸摸突破了。啊，拿着。师叔，这是我师父以前留下的小玩意儿，好像叫什么清心莲子，能静心安神。我看你心浮气躁的，拿去泡水喝吧。清心莲子，户籍记载，此乃抵挡心魔、辅助悟道的无上至宝。师叔，这太贵重了，晚辈万万不敢收啊！这玩意儿我都当零食吃的。罢了，宗主和那几个老家伙前些日子还从我这拿走了圣人法旨和地经残篇，连那必死过的老祖都被我用神药续命，现在还天天扮成垂垂老矣的模样骗人，所以给小辈一点好处，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哎，我师父留下的东西多的是，我留着也没用，让你拿着就拿着，再推辞就是看不起我师父了啊！
多谢师叔厚赐，师叔大恩，玄风没齿难忘。师叔，那收徒大会，宗主这老狐狸让玄凤来，名为请我收徒，实则是想让他借我这紫竹峰的灵气突破吧。哎，也罢，我去还不行吗？不过说好了，我就是去凑个热闹，收不收徒看心情。是，师叔肯去就好。这位师兄是哪一峰的首席啊？这般风姿我从未见过。什么师兄？我听人说，这位就是紫竹峰的那位峰主顾长歌。峰主？可我听说他的修为不过宁丹境，这如何能当一峰之主啊？谁知道呢？据说是因紫竹峰上一代峰主，也就是他的师傅紫竹道人，对宗门有颇天大恩，宗主特许他继承峰主之位。诸位师叔师伯，别来无恙啊！长哥，你这甩手掌柜可算舍得出门了。往年请你8抬大轿都不来，今天怎么有兴致了？在峰上待着也是无聊啊，顺便下来凑个热闹。胡闹！长哥，你既为一峰之主，就该为紫竹峰的传承考虑。紫竹道人一脉精彩绝艳，岂能断在你这一代？今日你必须择一家徒，将紫竹峰发扬光大。检测到特殊场景收徒大典，触发限时任务紫竹传灯。任务要求宿主需在本次收徒大典中招收一名资质不低于圣级的亲传弟子，任务时限12个时辰，奖励未知。总算来任务了，不过这初始奖励未知是什么意思啊？系统，你跟我玩盲盒呢？补充说明：完成任务可额外获得破望神瞳，可看穿世间一切虚妄，洞察万物本质。本次任务为高级任务，基础奖励丰厚，请宿主积极参与。破望神瞳，听起来不错啊。行吧，这任务我接了。镇岳师伯说的是，不过收徒之事讲究一个缘法，急不得。我先看看，若有合眼缘的，自然会收。破望神瞳暂时激活，资质等级已同步，由低到高分别为凡级、灵级、天级、王级、圣级、地级。若主人完成任务，破望神瞳将转为永久。圣级资质，看来想找个合乎系统要求的徒弟，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啊。不对，D级圣品竟然是D级，比系统要求的圣级还高一个大等级。系统，这残缺体质是怎么回事？经检测，目标人物于胎儿时期遭本命蛊毒暗算，先天本源受损，导致战神体蒙尘，无法觉醒。可有解决之法？需寻得先天灵髓，为其驱除蛊毒，洗髓伐慢，再以9转金丹重塑根基，补全战神体本源。出生于将军府，但从小被人暗算，一身战功的父亲被皇室扣上反叛的罪名，而后家破人亡。年幼的孩子只能在泥泞中挣扎，四处拜师，但因为凡品资质被屡次拒绝，所以对你来说，清玄宗是最后的希望。好一个坚韧如万载玄冰！比起那些顺风顺水、眼高于顶的天才，你这样从泥潭里爬出来的人，才更懂得抓住那一缕光。罢了，我是紫竹峰，也该添些人气了。你叫什么名字？弟子萧若白。很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紫竹峰亲传弟子，也是唯一的弟子。顾峰主，万万不可呀！此丫头在测灵石上测出的资质竟为凡级下品，堪堪达到外门弟子标准，怎能成为您的亲传弟子啊？疯了吧！放着王级资质的赵龙师兄不要，去选一个凡级废柴。那丫头走了什么狗屎运？长哥失职，休要胡闹！收徒乃是大事，关乎道统传承。那边的沈惊鸿天级上品剑胚，更适合你我剑修一脉。是啊，长哥，你若不想费心教导，不如选个省心的。凡级资质，恐怕连引气入体都难。长哥，你若实在喜欢这孩子，不如先收为记名弟子，待他日后有所成就，
再转为亲传不迟。我紫竹峰收徒，何时需要看别人的脸色？我说他够资格，他便够资格。他们的话你听到了，现在你可还愿意拜我为师？弟子愿意。弟子萧若白拜见师尊，师尊再造之恩，弟子万死不辞。现实任务紫竹传灯已完成，恭喜宿主获得任务奖励：破望神瞳永久固化，鸿蒙紫气乘100缕，先天灵髓一壶，大地级功法战神策。起来吧，从今往后由我为你撑腰，这天上地下无人再敢欺你。宗主，各位师伯，让我带走了。这顾长歌从不做无用之功，他选这个弟子必有深意，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那孩子的眼神不像是凡夫俗子，或许长歌这次真的捡到宝了。我本以为此生再无希望，只能在泥沼中腐烂。是师尊将我从深渊中拉了出来，这份恩情我萧若白没齿难忘。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废物，我要变强，我绝不会辜负师尊的期望。这里便是紫竹峰，以后也是你的家。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紫竹峰的大弟子，也是唯一的弟子。我这紫竹峰人少，所以规矩也少，但有3条，你必须牢记。弟子谨记，请师尊示下。第一，我紫竹峰一脉不惜惹是生非，但也从不怕事。若有人欺到你头上，你尽管打回去。弟子明白。若要寻仇，记住，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第二，在你没有足够的自保之力前，尽量离一些姓叶、姓萧、姓楚的人远点。这是为何？这些人天生自带招惹麻烦的光环，与他们扯上关系，不是追杀，就是在被追杀的路上。为师不想天天给你处理烂摊子。可弟子也姓萧啊。你不同，你是我徒弟，有我罩着。不对啊，这小子身怀血海深仇，资质被废，偶遇高人，还隐藏着战神帖，这不妥妥的废柴流主角模板吗？以后麻烦肯定少不了。算了，反正我已经此界无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便是。第3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你要刻在骨子里，无论你将来修为多高，永远懂得藏锋敛锐，人前最多显露你3成的实力。记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能苟得住，才能活得久。这小子刚开始修炼，体质太弱，要是直接给他一颗蟠桃，怕是会当场爆条。先用这颗次一等的猪果试试水吧，这是见面礼，吃了的，对你筑基有好处。为师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师尊放心。其实为师真正的实力，并非是外界所传的凝丹境初期。什么？难道师父？其实师父是凝丹境中期。其实师父是凝丹境中期。小黑，看来最近日子过得太舒坦，皮痒了，要不要本座帮你拔拔毛，换个新造型啊？师尊竟还养了一只灵鸟，看起来颇有灵性。若白，为师这紫竹峰向来只有我一人，清静惯了，所以住处嘛，你且自行去砍些竹子，在那边搭个屋子吧，也算是对你动手能力的一点考验。可恶啊！一时兴起收徒，居然忘了准备住处，只能先这么忽悠过去了。是，师尊，弟子明白了。你先熟悉一下峰上环境，明日卯时来此地找我，我正式传你修行之法。弟子遵命。本想为师尊准备早饭，结果全都搞砸了。起这么早，屋子也搭好了，不错。师尊，弟子本想去后山采些野米煮粥，但一时走神，给煮糊了。无妨，修行之人不拘小节。行了，知道难吃，没人逼你吃。看来这早饭还是得为师亲自动手。这是雪域灵鹿的里脊，凑合吃吧。
还精通凡间的烧烤之法。不，这火候的掌控，香料的搭配，绝非凡俗手段。光是这香味，就比我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要诱人百倍。尝尝。好吃，师尊，这太好吃了。喜欢就多吃点儿，管够。或许跟着师尊，真的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这紫竹峰就是我的心声。收个徒弟，好像也不错。饱啦，多谢师尊赐宴。好，吃饱喝足，该办正事了。跟我来，今日为师便为你重塑根基，传你无上法门。萧若白，你可知，你并非凡俗之躯。师尊说笑了，弟子天生体弱，灵根更是凡级下品，连引气入体都艰难万分，怎会？凡级下品，那是世人无知，蒙蔽你的本源。你乃是万中无一的战神体。战神体？战神体，天生为战而生。大成之时，肉身便可撼动神魔，一拳足以碎裂星辰。你之所以如此孱弱，并非天资不行，而是遭了暗算。当年你母亲怀你之时，被人暗中下了本命蛊毒，那蛊毒在你出生之日爆发，侵蚀了你的战神体本源，封锁了你的气脉。若非战神体本源足够强悍，护住了你一丝心脉，你恐怕早已夭折。我从小体弱多病，原来是这样。此乃先天灵髓，能温养本源，驱散阴寒。从今日起，连续3天，每日1个时辰，我以它为你逼出体内蛊毒。过程会很痛苦，如万蚁噬心，烈火焚身。你可敢一试？弟子不怕，无论多痛苦，弟子都愿意，请师尊成全。张嘴。师尊，我的力量。根基已成，这便是你的路。这是地级功法，传说中只有大地境强者才能开创的无上法门。师尊他竟然就这么轻易的给了我。师尊，此物太过贵重，弟子不能收。功法再好，束之高阁也只是废物，拿去修炼，莫要辜负了你的战神体。师尊再造之恩，萧若白永世不忘，定不负师尊厚望。猎石拳，大成之时，一拳可开山裂石，战石领域竟能构建一方小天地，压制领域的一切敌人。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复仇之法。林浩、柳清雪，你们等着，我萧若白所受的屈辱，将100倍奉还。炼体境9层，仅仅1夜之间，我竟然就突破到了炼体境9层，好霸道的力量！这就是战神体真正的威力吗？师尊，弟子不负所望，已突破至炼体境9层了。知道了。师尊，弟子想即刻重结筑基境，早日拥有更强的力量，为您分忧。欲速则不达，你的战神体根基虽已铸就，但好比一块璞玉，还需精雕细琢。此刻突破，看似一日千里，实则会在道基上留下无法弥补的瑕疵。弟子的根基还有隐患。
从现在开始，你要做的不是突破，而是在炼体境不断打磨，用战气将你的每一寸筋骨、每一滴血液都淬炼到极致。何时你的肉身能如法宝般坚韧，何时再谈筑基。弟子明白了，弟子鼠目寸光，多谢师尊指点。你锋芒太露，不懂收敛，是取货之道。这片功法拿去，好生参悟。这又是？此法可收敛你的气息，隐匿你的修为，甚至模拟出其他体质的假象。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在人前暴露你的战神体。来的倒是快。师尊，立刻运转看不透我，将你的修为压制回炼体1层，气息调整至最虚弱的状态。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被我侥幸救活、体质孱弱的普通弟子，明白吗？长歌师弟，听闻你紫竹峰终于有了传人，我等特来道贺。是啊，师兄收徒可是我玄阳宗100年不遇的大喜事。长歌师兄，一点薄礼不成敬意，为小师侄女当个见面礼。这位便是师侄吧？只是这孩子体质似乎有些孱弱啊。能活着便好。若白，还不快谢谢各位师伯。弟子萧若白，多谢宗主，多谢各位师伯厚赐。罢了，能在师弟座下修行也是他的福分。这里有几瓶固本培元的丹药，师侄且拿去，好生调养身体。谢谢师伯。原来如此，师尊是怕我战神体暴露，原来觊觎和杀机，不仅传我地级功法，还为我准备了隐藏底牌的法门，甚至不惜亲自配合我演戏。师尊的这份关爱，请谢之至此，我萧若白何德何能？宗主，此次收徒大会可有不错的苗子？哈哈哈哈！长歌有所不知，此届当真是天佑我宗，共收了3位天级下品资质的弟子。除此之外，灵级上品的弟子也有数名，皆是可造之才。我清玄宗未来100年，当是人才济济，兴盛可期呀！有意思，这清玄宗藏的可真够深的。玄阳子明面上是王者境巅峰，实则早已半步登天，丹顶峰主，对外宣称紫府境，实则已是王者中期。一群老狐狸。长歌师弟，半年后便是宗门大比，不如届时让若白师侄也去参加，与同门师兄弟们多切磋交流一番，对修行也有好处。再说吧，先看他届时能否引气入体，踏入修行门槛。是，长歌所言极是，那我们便不打扰了，告辞。听到了，宗门大比。弟子听到了，弟子绝不会给师尊丢脸。空话无用，用实力说话。你根基已然稳固，不必再刻意压制了。是，师尊。师尊，我突破到筑基境了。尚可，根基扎实，气息平稳，没有虚浮之感。继续打磨，切勿自满。是，弟子明白。这是什么地方？灵气竟然浓郁到了这种地步。内门弟子沈惊鸿奉宗主之命，为长歌长老送来本月月历丹药。放那儿吧。弟子斗胆，想请教长歌长老一件事。说。弟子沈惊鸿，天级下品资质，剑道天赋自认不凡。弟子想知道，为何长老当初在收徒大会上放弃了我，却选择了他？你想知道？其实很简单，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修为太低，怕耽误你。什么？我入门10年，至今不过凝丹境初期。这紫竹峰也是师尊仙石，我机缘巧合才继承的。你乃天级资质，前途无量，拜入我门下，岂不是明珠蒙尘？凝丹境初期？怎么可能？凝丹境初期的修为，如何能守住这灵气浓郁到堪比洞天福地的紫竹峰？师尊明明是凝丹境中期，他为什么要故意说自己是初期？是为了隐藏实力，不想他引人瞩目吗？至于他资质平平，
本也无人问津，跟着我这废人师傅，倒也相得益彰。是弟子唐突了，丹药已送到，弟子先行告退。原来师尊连自己的真实修为都隐藏了，整个宗门恐怕只有我知道，师尊是凝丹境中期的强者。师尊果然是特殊对待我的。师尊，您这就要些良苦，为了不引起轰动，竟然……师尊，少在那胡思乱想，为师的秘密岂是你能窥探的？有这闲工夫，不如好好巩固你的筑基境去。是，师尊，弟子这就去修炼。哦，长歌师弟还是那般清冷的性子吗？回宗主，长歌长老确实如此，只是弟子有一事不解。讲。长歌长老自称只有凝丹境初期的修为，可他所在的紫竹峰灵气浓郁的不可思议，这等宝地，他如何能守住？凝丹境初期，长歌师弟还是这么喜欢藏拙。宗主的意思是？你有所不知，长歌师弟的师尊乃是上一代紫竹峰主紫竹道人，当年宗门遭逢大劫，是紫竹道人拼死护住了宗门根基。他老人家对宗门有天大的恩情，长歌师弟作为他唯一的弟子，继承紫竹峰，无人敢有异议。至于那暴涨的灵气，想必是紫竹道人留给爱徒的后手。至于他的修为，他绝非区凝丹境。老夫猜测，他恐怕早已触碰到了紫府境的门槛，只是心性淡薄，不喜张扬，这才刻意隐藏。紫竹道人当年留下的至宝，或许也早已被他炼化了。原来如此。惊鸿，你身负惊鸿剑体，天赋异禀，今日之事也算给你提了个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要学会藏拙，不可过分张扬。弟子明白了，多谢宗主指点。那紫竹峰灵气充裕，你日后可多去走动走动，对你的修行大有裨益。是。小黑鸟，再敢偷懒啄你师兄的灵石，我就把你炖了给若白补补身子。师尊，别分心，宗门大比在即，到时候别给我丢人。是，师尊，弟子绝不负您所望。惊鸿，今日见了长歌师弟，有何感想？回师尊，弟子深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之理。长歌长老修为高深莫测，却甘于平凡，弟子佩服。长歌师弟嘛，随他师尊都是一个性子，喜欢扮猪吃老虎。不过这世道，懂得藏拙，方能活得长久。为师对外一直宣称是洞天境中期，你觉得如何？师尊，您这气息分明是洞天境后期，不，甚至已经触摸到了。哎，差不多就行了，说太透就没意思了。这年头，谁还没点底牌呢？好家伙，长歌长老是老六，没想到我师尊也是个老六，一个比一个能装。这清玄宗到底藏了多少怪物？弟子受教了。师尊，弟子有一事相求。说吧。弟子也想学藏拙，请师尊赐予弟子一门能够收敛气息、隐藏修为的功法。孺子可教。你身负惊鸿剑体，锋芒太露，确实需要一门敛气之法。此乃清玄敛息诀，是我清玄宗不传之秘。你拿去好生修炼，炼至大成，除非修为远高于你，否则无人能看穿你的虚实。多谢师尊，太好了！等我练成此法，日后扮猪吃老虎，定能惊掉所有人的下巴。好强的威压！快禀报宗主，有强敌来犯！
叶公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玄阳宗主客气了，本座今日前来只为一事。哦，不知列公主所谓何事？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通知贵宗一声，按照惯例，7大宗门比斗本该由上界魁首，也就是你们清玄宗承办。但今年规矩改了，此次宗门大比将在我焚天宫举行，还望玄阳宗主早做准备，别到时候派不出像样的弟子啊！玄阳宗主，你也别怪本座说话直，只是看到贵宗的弟子实在是有些平平无奇呀。来，琳琳，让玄阳宗主瞧瞧我焚天宫首席大弟子的风采，还有我这关门弟子赵岩，16岁便已是炼体9重巅峰，资质天级中品，不知贵宗可有这般良才美玉？师尊，跟他说这么多做甚？听闻清玄宗首席李玄风乃是百年不遇的奇才，何不请出来与我切磋一番，也好让我见识见识这所谓的奇才究竟有几分斤两？这帮人实在欺人太甚。怎么不敢吗？还是说你们清玄宗的首席弟子只会当缩头乌龟，闭关不出啊？林贤侄说笑了，我宗玄风的确在闭关冲击紧要关头不便见客。我清玄宗弟子向来低调修行，不像焚天宫这般喜欢张扬。列公主，请回吧。1年后的宗门大比，赛场上自会见真章，到时候孰强孰弱，一战便知。好。玄阳宗主果然好气魄，希望到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镇定。我们走。切，废物，路都站不稳。宗主，他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了，为何还要忍让？宗主，弟子不解，我清玄宗何曾受过这等屈辱？屈辱？你们觉得这是屈辱？焚天宫此来，名为通知，实为试探。他们耀武扬威，就是想激我们出手，好摸清我们的底细，更是想挫败我们的锐气。你们若今日冲动出手，无论输赢，都正中他们下怀。真正的强大，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而是将今日之辱化为修炼的动力。从今日起，所有弟子加倍苦修。1年之后，7大宗门比斗，我要你们用绝对的实力，将今日他们施加于我宗的羞辱100倍奉还。不仅为了宗门荣耀，也为了你们自己的尊严。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尊，我看那清玄宗已经外强中干，连个敢应战的都没有。就是，那个李玄风8成是怕了林师兄，才躲起来不敢见人。哼，一个没落的宗门罢了。此次大比就是我焚天宫彻底取而代之的开始。焚天宫，好大的威风！什么人？鬼鬼祟祟，滚开！来教你们做人的人。找死！天人境，阁下究竟是谁？为何偷袭我等？偷袭？对付你们这群败类，何须偷袭？
回去告诉你们焚天宫所有人，做人别太嚣张。我清玄宗山门前那棵迎客松都比你们有骨气，再敢来我清玄宗撒野，下一次断的就不是剑，而是你们的脖子。是出门没看路，撞树上了吗？是你！不行了，石师叔也太生猛了，直接物理超度啊！这烈天雄今晚是捅了我们清玄宗的窝了吗？你还有脸笑？你师尊师叔都去了，就你在这看戏，孬种！此言差矣。你看，宗主出手是为宗门立威，石师叔出手是泄心头之恨。我若再出手，岂不是显得我们清玄天团不是我们清玄宗仗势欺人？我信你个鬼！你就是懒。再说了，这焚天宫野心勃勃，这次承办七宗大比，就是想踩着我们清玄宗，取代万法宗，成为玄州第一。玄州七大宗门，万法阁实力最强，底蕴深厚。我清玄宗曾经也能与其并驾齐驱，可惜后来没落。至于这焚天宫，主修火系功法，门人个个脾气火爆，自诩天老大他老二，早就想把我们取而代之，抢夺灵脉资源。这次大比，他们可是下了血本，所以你就看着他们被揍。仇要慢慢报才有趣，一次打死多没意思，得细水长流，让他们活在恐惧和绝望里。你看，又有乐子了。师尊，我们快疗伤吧，再不走，天都快亮了。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你也是清玄宗的？刚才看你们忙着包扎，不好打扰，现在都处理好了。魔鬼，你们都是魔鬼！焚天宫辱我宗门，欺我弟子，作为长辈，总得为他们讨回点利息。请各位再断几根骨头吧。哎呀，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
签到，本神鸟已经闻到了宝物的芬芳。你这鼻子比狗还灵。每日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我千年修为大道至宝混沌青莲，极道地兵9天龙魂戟。这次的奖励倒是有趣，系统还挺贴心，知道我用不上，开始出一些这个世界能用的东西了。9天龙魂戟，听名字就霸气，快拿出来给我看看。给你扛得动吗？这东西正好给若白用吧。这混沌青莲扎根于混沌本源，承载先天大道，倒是个好东西，可以用来巩固我的鸿蒙身体。至于以前签到的那些，威力太强，此界无人能者其中，连拿出来透透气都不让人放天地崩塌，真是寂寞如雪。你在傻笑什么？修为又涨了多少？不多，区5000年而已，算上之前存的，也就1583万年修为吧，勉强够用。师尊，前面就是我们分天宫的地界了，我们终于回来了。终于逃出来了！那帮疯子，清玄宗全是一帮疯子。清玄宗宗主、长老、峰主轮番上阵，简直欺人太甚！此仇不报，我烈天雄誓不为然！师尊，昨天晚上最后那个用剑的白衣人究竟是什么修为？我感觉他一个手指头就能碾死我们。至少是王者境。清玄宗什么时候又出了这么个怪物？几位一路辛苦了，请问见过一种从天而降的征法吗？这是这股力量不是清玄宗，绝对不是。师尊，是万法阁，一定是万法阁那个老不死的。万法阁，他们为什么要？我赢了大比的承办权，还赢了他们3件天级法宝，他们输不起，这是报复。如此威压，只有万法阁那个王者境后期的阁主才能做到。卑鄙无耻！来人，速来接应！万法阁偷袭！宗主、长老！天哪，这是谁干的？万法阁，你们竟敢下此毒手！等着！小黑，你说这世上最好玩的事情是什么？是你看他不顺眼，想打他一顿，结果打完之后，他却以为是另一个人干的，还跑去跟那人拼命。焚天宫、万法阁，本就是为了些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如今这口黑锅一口，怕是要不死不休了。倒也好，省了我不少手脚。战神策，撼神拳！哼！师尊，战神策修炼的不错，根基扎实，但你过于追求一招一式的爆发，却忽略了气息流转、周天循环。请师尊指点。力量虽猛，却如无根之木，灵力在经脉中横冲直撞，不仅后继无力，长此以往还会留下暗伤。更重要的是，你空有修为，却无半分实战经验。若是与同阶修士对敌，不出10招，你必败无疑。弟子愚钝。不迟，随我来。看好了。师尊，这是？此门之内是为师圈养的一些魔兽，用作宗门弟子历练之地。从筑基到元婴，应有尽有。今日给你的任务便是进入此门，在天黑之前斩杀100只筑基境以上的妖兽。100只？怎么怕了？弟子不怕，请师尊放心。有此决心甚好。不过你现在赤手空拳，总归不便。这是何等神兵？
此为9天龙魂极道地兵，以你现在的修为，连拿起它都做不到。我已将它封印至天人级，正好适合你用。日后随着你修为提升，封印自会逐层解开。若遇到生死危机，它也能自行破封护主。师尊厚赐，弟子无以为报。起来，一件兵器罢了。记住，实战历练，保命为上，打不过就跑，莫要逞强。还有，天黑前若不能完成任务回来，晚饭可就没了。是，师尊，弟子去了。雏鹰总要离场，我的徒弟可别让我失望。哼，找死！来得好！无知了，任务还差得远。师尊重赐神兵，但我不能总依赖外物，我的身体才是最强的武器。战神血脉，该是你真正觉醒的时候了。43指。顾前辈，您怎么又来了？求求您别过来呀！老黄，别这么小气啊！本座就是来看看你。我那块里脊肉才刚刚长好啊！哎呀，您行行好，换一头牛好行不行？顾前辈，我上次被您割掉的后腿肉才长了一半，您就算是养韭菜，也得给点生长时间吧。哎呦，求您了，换头牛好吧？这10万大山里圣境大妖不止我一个呀！吵什么？本座今日不吃牛肉。哦，那您是？你种的那几亩赤焰灵米，该收了吧？我的赤焰灵米，那可是我用先天灵泉浇灌，硬生生替他扛了9道雷劫才种出来的宝贝啊！每一粒都蕴含着浓郁的道韵。对了，前几天偷了你几个鸡蛋的那条蛟龙，肉质不错，正好拿来炖汤。你这灵米给我数好了，要是少了一粒，正好本座还缺一碟下酒的酱牛肉。岂要太甚！像我堂堂苍蓝山脉的霸主，圣王初期的强者，就因为多看了他一眼，就被他从老家强行掳来，成了他的移动肉库兼灵米种植工。不过他给的那些补身体的灵物确实是好东西，我这修为都到圣境后期了，肉身也强横了不少。但这日子过得也太憋屈了。去妖太甚！这10万大山里怎么这么多离谱的事？刚刚那吼声中气十足，修为恐怕远超您丹境。师傅说的在这后山养了些活物，跟我理解的好像不太一样。
先完成试炼。100只，不多不少，终于完成了。回来了，洗洗过来吃饭。师傅好像早就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一样啊！这烤肉真香啊！坐下，凝神。师傅，这经脉过载，小伤而已。若是连这种程度都承受不住，日后如何面对真正的生死之战？吃吧。师傅，这到底是什么样式的肉，竟有如此奇香？没什么，一条不长眼的圣王境蛟龙而已。肉质有些老，我用灵力炼化了其中狂暴的能量，正好给你温养身子。圣王境的蛟龙，就这么被师傅烤了？师傅口中的不长眼的生物，都这么恐怖的吗？今日试炼，你总算有了些长进，懂得利用地形牵制，也知道在关键时刻变招，而不是一昧猛冲。全凭师尊教诲。但缺点也同样明显，你太执着于正面硬汉，身法僵硬，破绽百出。若今日的对手不是那头蠢笨的铁甲犀牛，而是一名擅长速度的刺客，你已经死了不下10次。弟子明白了。你先回去打坐，好好消化今日的所得和这块龙肉的药力。明日一早，我传你一部身法，踏影步，补上你的短板。是，多谢师傅。好霸道的掌力，它盘踞在我经脉之中，如同复古之躯，连宗门最好的9转续命丹都无法将其完全化解。师尊，丹堂长老说，我这只手经脉尽碎，至少1个月无法动用丝毫灵力。那人仅仅是掌风余波，就可掉了我半颗门牙，这究竟是何方神圣？公主，那一掌的起手式，我看着有些眼熟，似乎有点像清玄宗的擎天掌。不可能！清玄宗那群缩头乌龟，尤其是玄阳子，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下此重手。而且那一掌的威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玄阳子该有的水准，分明是王者境大能的手笔。王者境，师尊，我想起来了，前不久为了争夺3宗会武的承办权，我们不是和万法阁闹得很不愉快吗？对啊，万法阁，他们一直对我们焚天宫虎视眈眈，而且阁内确实有一位常年闭关的王者级老祖，竟是他们怀恨在心，才派老祖暗中偷袭。万法阁，好得很，但下此毒手，真当我焚天宫是软柿子？此事绝不算晚，传我命令，群宗戒备，让所有矛头对准万法阁，这一笔血债，我烈天雄必将100倍奉还。是，公主。奇怪，我当时明明只用了不到1成的力道，只是想给他们一个小教训，怎么就重伤垂死了？难道是石师弟或者叶师弟后面又上去补刀了？唉，看来我还是太心慈手软了。哼，只是重伤，看来我的建议还是不够凝练，竟然没能一剑了结他们，出手太轻，反倒落了下乘。下次当引以为戒。哈哈哈哈哈！才断了几根骨头，老子还以为把他们拍成肉泥了呢。看来下次下手得再重点。这次真是太温柔了，不像我的风格。怎么回事？为何突然有种被好几头洪荒猛兽盯上的感觉？错觉吗？好，真是太好了！熊天烈那个老匹夫，他也有今天。恭喜门主，焚天宫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元气大伤，对我等来说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好消息？这何止是好消息，简直是天道好轮回。上次黑风岭矿脉之争，他熊天烈仗着拳头硬，从我们嘴里抢食，现在报应来了。门主，信上说动手的极有可能是万法阁。
除了他们还能有谁？前不久，为了三宗会武的承办权，焚天宫刚落了万法宗的面子，转头就被王者境大能偷袭。这玄州境内，除了万法阁那位必死关的老祖，谁还有这个本事和动机？狗咬狗，一嘴毛！传我命令，立刻增派人手，给我死死盯住焚天宫和万法阁的边界。他们斗得越凶越好，最好是两败俱伤。到时候黑风岭，连本带利，我陈铁山都要拿回来。是，本主英明。好一个焚天宫！好一个烈天雄，自己惹了不知道哪路神仙，被人打断了脊梁骨，竟敢把脏水泼到我万法阁头上，简直是欺人太甚！阁主息怒，焚天宫向来行事霸道，此举怕是在试探我等虚实。哼，试探？他烈天雄有什么资格试探？趁我阁首席弟子外出历练，用卑劣手段抢走会武承办权，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如今竟敢反咬一口，真当我万法阁是你捏的？阁主，此事的确蹊跷。据探子回报，焚天宫高层几乎全员重伤，那一掌的威力非同小可，但掌法路数极为诡异，不似我玄州任何一宗的神通。啊，不是已知宗门的神通，是，更像是某种失传已久的上古掌法，霸道绝伦，但又蕴含着一丝缥缈道韵，十分矛盾。有人在栽赃陷害，想挑起我万法阁与焚天宫的死斗，他好坐收渔利。传令下去，给我严查，彻查近半年来玄州境内出现的所有陌生散修，尤其是那些修为深不可测、来历不明之人，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敢在我万法阁的眼皮子底下搅动风云。遵命。又是平静了一天，先签个到吧。系统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重磅奖励5000年修为，获得特殊奖励无敌领域，获得神级奖励悟道茶树10颗。5000年修为，还有无敌领域，方圆万里，这岂不是说整个清玄宗，甚至大半个玄州北部都在我的掌控之下？这下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感觉妙啊！不错，以后喝茶不愁了。神龙不死药，凤凰涅槃草，这些东西放着也占地方，种在这里就当是个灵谱，添点绿化吧。动静太大了，得低调。这样一来，除非有我留下的印记，否则就算是仙人来了，也只能看到一片普通竹子。灵谱是有了，但这么大片地方，总不能让我亲自动手打理吧？太掉价了。是时候给那些大家伙找点正经事做做了。当个花匠，想必他们会很乐意的。9997，9998，哎呀，可千万不能少数了！那位大人的脾气，不敢想，不敢想。谁？别数了，给你换个活。哦，这都是神药，这么多神药！从今天起，这片药铺交给你来打理，浇水、松土、施肥，还有防着点贼。
我来当花匠。不愿意？愿意。只是这活太精细了，我怕我笨手笨脚毁了仙长的神药。放心，毁不了，干得好有赏。这个你每月可以领1片。这是悟道茶。仙长再造之恩，小牛没齿难忘。从今往后，小牛就是您的花匠，这片药田就是我的命。谁敢偷一根草，我跟他拼了！很好。哦，对了，那边还有几亩空地，你顺便把紫燕稻米也继续种上，产量不能比以前低。什么？还要种米？我以为我当上药铺总管就能摆脱种地的命了，原来终究是逃不掉吗？不辜负您的期望。我成功了，这就是踏影步，好快！这股气息是玄阳子长老，他来紫竹峰了。孺子可教也，懂得了藏拙之道，方能在这危机四伏的修仙界走得更远。哈哈哈哈哈！长歌师弟，老夫不请自来，莫要见怪呀。玄阳子长老大驾光临，紫竹峰蓬荜生辉。这是我寻来的一株青纹草，药性温和，最适合滋养肉身。你那徒儿之前身子亏空的厉害，用这个正好。长老有心了。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我就是有点渴了，来讨口茶喝。哎呀，好茶呀！长歌师弟，你这茶简直是逆天神物，上次喝完，困扰我多年的瓶颈都松动了。这莫非是传说中能助人顿悟的悟道茶？长老说笑了，不过是后山随便采的野茶，胜在解渴罢了。不可思议，当真不可思议！在此地饮茶片刻，竟胜过我闭关数年之功。咦，那不是你新收的徒弟萧若白吗？不错不错，这才不到1月，竟已突破到炼体1重天了。虽说他凡级下品的资质差了点儿，但有此进境也算难能可贵，可见是用了功的。长老谬赞了，他资质愚钝，比起沈惊鸿那样的天骄，实在是差之甚远。年轻人勤能捕捉嘛。不过长歌师弟，这紫竹峰常年只有你们师徒2人，未免冷清。我建议还是该让若白去前山走动走动，与同辈弟子多
多多交流，以免一个人埋头苦修，生了心魔。长老言之有理。我看这样吧，以后我让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弟子，像李玄风、沈惊鸿他们，多来你这紫竹峰走动，陪陪若白师弟。他们年轻人之间有话说，也能相互促进嘛。呵，这老狐狸夸我徒弟是假，惦记我这清净的修炼府邸，还有我的巫道茶才是真吧？还想让自己的徒弟来蹭好处，门儿都没有。长歌师弟，你别这么看着我也是为了宗门着想。沈惊鸿那孩子天赋绝顶，但性子太过孤傲，长此以往必成心魔。正好让你徒弟若白这踏实的性子磨一磨他的锐气。呵，磨他锐气？我怕我这徒弟被他一根手指就碾碎了。怎么会？我让他们点到为止。再说了，让他们相互切磋，有竞争才有动力，这才能共同进步嘛。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清玄宗的未来呀！玄阳子长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懒散惯了，就图个清静。你让你那2个宝贝疙瘩过来，我这紫竹峰还能安生吗？正好，沈惊鸿的炼体境也该到头了，李玄风的凝丹境也需要稳固，就当给他们开个小灶，顺便卖这老狐狸一个人情。罢了罢了，谁让您是长老呢？那就半月一次吧，时间定在下午，可别耽误我睡懒觉。说好了，再多我可受不了。好，半月一次，就这么定了。长歌师弟果然深明大义。那个长歌师弟啊，你看晴月峰的王长老卡在瓶颈几10年了，还有上次任务剑啸峰那几个弟子受了不轻的内伤。行了，别在我这演了，茶叶在那边的石罐里，自己去取2斤，用油纸包好，别多拿了，我这存货也不富裕。够了，2斤足够了。长歌师弟你放心，明日我就让玄风他们扛最好的后山灵泉水过来，这等神物非灵泉不能相配。这是玄阳子长老给你的，收起吧。师尊，这青文草，他为了这株草，特意去了趟黑风岭深处。黑风岭深处，那里妖兽横行，凶险万分。玄阳子长老竟为了我，虽然以我如今的肉身，这灵草已作用不大，但这份心意……行了，别傻站着，踏影不练的如何了？别辜负了长辈的期望，继续去练。是，师尊，弟子绝不辜负师尊与长老的厚望。玄风惊鸿，速来见我！拜见师尊。明日一早，你们2人带上后山最好的灵泉水，去一趟紫竹峰。是，师尊，多与长歌师叔请教，对我等修行大有裨益。你们长歌师叔新收的弟子萧若白性子有些沉闷，你们此去要多与他切磋交流，让他感受一下同辈的热情。师尊，长歌师叔向来喜静，最烦外人打扰，我们这么贸然上门，怕是会惹师叔不快。放肆！这是你长歌师叔亲口同意的，让你们去你们就去，尤其是你惊鸿，别整天眼高于顶，不知天高地厚，多跟人家若白学学什么叫脚踏实地。是，弟子知错。去吧，明日莫要迟到。嘿嘿，2个傻小子，天大的机缘就在眼前还不知道，等你们到了紫竹峰，就知道为师今日的良苦用心了。到时候修为突飞猛进，看你们不甘心。等等，明日切磋，你们2人须得拿捏好分寸。玄风，你性子沉稳，我放心，主要是你惊鸿。你的惊鸿剑意太过锐利，而若白那孩子尚在炼体境，根基未稳。你此去是当师姐去指点，不是去逞威风，切不可伤了他的修行积极性，明白吗？师尊，区区一个炼体境，弟子只用1成力，都怕他接不住，还需收敛什么？放肆！为师的话你听不懂吗？到了紫竹峰，一切都得听你长歌师叔的。他那地方宝贝遍地，随便从指缝里漏点东西，都够你们受用终身。把人给我哄高兴了，机缘少不了你们的。
这枚玉简里是擎天掌的精要，秦岳峰那老家伙10万山视若珍宝的功法，为师这里有更精妙的版本，你明日一并带去，就当是我给若白小友的见面礼。师尊，我们为何要对一个新入门的弟子如此？你们以为这是给他的机缘？这是给你们的。若非为师豁出这张老脸，你们以为能踏上紫竹峰半步？记住，明日丑时就动身，天不亮就得上山，天黑透了再给我滚下来，一路轻手轻脚，别被任何人发现。师尊，这是为何？为何？秦岳峰的10万山，剑啸峰那群剑痴，哪个不对你长歌师叔的紫竹峰虎视眈眈？要是让他们知道我给你们开了小灶，他们第2天能把门槛给踏破。这么大的机缘，能让别人抢上去？是，弟子明白。师兄，师尊也太小心了，不过是去趟紫竹峰，搞得跟做贼似的。师妹慎言，长歌师叔的紫竹峰非同小可。上次我一剑修炼，曾亲眼看到秦岳峰的石峰主。石峰主，他怎么了？他正鬼鬼祟祟地趴在紫竹峰的后山围栏边，似乎是想找个狗洞钻进去，吸2口里面的灵气。什么？石峰主乃是一方之主，身份尊贵，竟会做出此等事？所以你该明白，紫竹峰的机缘何等珍贵，我们必须万分小心。快走！师兄，好像没人。不可大意。不好！师妹，这是什么鬼东西？放开我！别白费力气了，这是长歌师叔布下的阵法，我们破不开。真是出师不利，人还没见到，先被当成贼给吊起来了。唉，只能说咱们这做贼的功夫确实不到家。现在只求别被长歌师叔或者那位萧若白师妹发现才好。怎么办？救护车过来了，是不是那个萧若白？完了，我的一世英名！别吵，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要不我们喊师尊，他老人家肯定有办法。你疯了！让师尊知道我们半夜偷溜出来，还被人像腊肉一样挂在这，他非得扒了我们的皮不可。那喊顾长歌师叔更不行，我们只身打扮，他肯定把我们当贼了。万一他脾气不好，直接把我们扔去后山喂狼怎么办？那到底怎么办啊？我有个主意，我们装死。好，快闭眼，别出声。这2个小家伙倒是有趣。顾师叔，长歌师叔，我们想半夜来我这串门，怎么也不提前踩个点。我这紫竹峰的阵法可不是摆设。不必如此紧张。上个月秦岳峰的10万山峰主还趁着半夜在我后山围栏那儿挖洞呢，说是想研究一下我这的统治，看看为什么灵气这么充裕。比起他，你俩光明正大多了。师尊退后！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夜闯紫竹峰？是刺客吗？完了，这下脸丢到姥姥家了。萧师妹，莫要误会。误会？你们这身打扮鬼鬼祟祟，如何是误会？萧师妹有所不知，我与师妹是奉了家师之命，特来考验师妹你的警觉性。修行一途，危机四伏，尤其是师妹，你这等天纵奇才，更已招来宵小之辈的觊觎，时刻保持警惕，是保命的第一要课。师兄，你这临场胡说八道的能力简直登峰造极了。而刚才长歌师叔布下的阵法更是绝妙的一刻，我与师妹是故意出发，就是为了给师妹你演示，当身陷绝境无法力敌之时，制敌以弱，假装昏迷，往往能寻得一线生机，这是修行界保命的不二法门呐。长歌师叔用心良苦，我等佩服至极。原来如此，是若白愚钝了，多谢李师兄水师姐以身试法，为我上了如此生动的一课。若白受教了，日后定会勤加练习。师妹客气了。非常别开生面的一堂保命课。剑锋，你的应变之才倒是不俗。师叔谬赞。好了，考验结束了，你们师尊让你们来是与若白交流切磋的，别光站着了，院中地方尚可，你们自行切磋吧。切记点到为止，别拆了我的竹子。
长歌师叔，萧师妹，其实切磋是其次，家师命我前来是有一件要务，必须亲手交给师妹。萧师妹，此乃我清玄宗核心王者级功法擎天掌的修炼精要，家师有令，此法非宗主亲传弟子不可学。如今他老人家破例，特允我将此法转交于你。王者级功法，这太贵重了，若白何德何能？师妹天纵奇才，正需此等刚猛掌法傍身。家师说了，宝剑赠英雄，功法配奇才，你当得起。只是此法乃宗门不传之秘，你需立誓，绝不外传。若白在此立誓，今日得受擎天掌，此生绝不向第二人泄露半字。多谢宗主厚爱，多谢李师兄传法，此等大恩，若白没齿难忘。师妹，我先为你演示一遍擎天掌的基础招式擎石，你且看好。此掌法的核心在于刚柔并济，蓄力于掌。你看我气力运转，看似缓慢，实则已将丹田灵气通过特定经脉层层积蓄于掌心。我初学之时急于求成，妄图一步到位，结果灵气在经脉中横冲直撞，导致多处淤堵，疼得我3天没下床。所以师妹切记，初练此掌，气运丹田当如涓涓细流，而非山洪决堤，先求通，再求快。待经脉完全适应这股力道，方可随心所欲。好霸道的运劲法门，只是起手式，对经脉的负荷就如此之大。小妞又胖，看来我的悟道茶没白给你喝。别装了，上次你偷吃茶叶的事我还没给你算，既然偷吃了，总得付出点代价。你那块领结应该长好了吧？不错，灵气比上次更纯粹。今晚给你俩师侄加个餐。修炼辛苦了，过来尝尝吧，紫竹峰的特产。这是什么神仙灵石？就这一口粥，比主峰善堂最好的灵石效果强了何止100倍！师叔，里面蕴含的灵气霸道无比，却被师叔处理得如此温润，简直是疗伤圣品。哦，还行吧。那米是随便种的，肉是从那头懒牛身上随便割的，主要是食材普通，胜在火候。随随便便种的紫叶灵米，随便割的上古一种礼器，还食材普通。长歌师叔，您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师叔，这灵石比主峰善堂最好的要好上1000倍万倍。何止1000倍万倍，这简直是仙药！师叔，您这真是随便种的米，随便割的肉。吃饱就行，饭后喝杯茶消消食。尝尝我自己种的茶，顺润喉。尝尝我自己种的茶，顺润喉。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宁丹后期的瓶颈，原来如此简单。我的剑体，看来喝茶还算对路。不过你们根基薄杂，修为虚浮，这样突破后患无穷。也罢，就帮你们一把。这是我炼制玩的糖豆和收集来的晨露，可以帮你们剔除杂质，稳固根基。师叔，我的修为，灵丹后期巅峰破资府境，我突破到资府境中期了，这我的资质也……我的灵力流转速度快了100倍。筑基巅峰，只差1步便可凝丹。哦，没想到这糖豆和晨露还能顺便改善资质，效果还行。就你话多。新境界出城，根基不稳，去吴昊的竹林静坐，借助那里的灵气，好好巩固一番。是，多谢师叔再造之恩。若白，
走吧。师傅，我们这是又要去斩杀妖兽试炼吗？或许吧。若白，为师一直不让你急于突破，可知为何？若白愚钝，请师傅指点。你的战神体根基未固，便如一块未经锻打的生铁，空有其形，却无其质。此刻若强行突破，看似风光，实则后患无穷。真正的战气，需在生死搏杀中千锤百炼。这山谷中有为师为你准备的试炼，进去斩杀500头凝丹境以上的妖兽，不准动用你的9天龙魂戟，只能使用肉身之力以及这柄环珠。是师傅，若白定不辱命。这屏障可隔绝外界一切探查，你若遇致命之险，为师留在你体内的禁制会自动触发，里面的妖兽也是从弱到强为你精心安排的。丫头，莫让为师失望。踏云步。就是现在！师叔给的机缘真是不可思议，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我的先天剑体也彻底稳固了，心境成明，随时可以尝试凝丹。沈师妹，你说咱们就这么走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李师兄何出此言？你想啊，我们光顾着自己修炼了，都未曾与若白师妹好好交流一番，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李师兄所言极是。师叔，我与沈师妹今日收获巨大，还未来得及与若白师妹交流修炼心得，我等想明日再来拜访，不知可否？不必，半月后天亮再来。啊？是，我等告退。快走快走，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修为暴涨，不然这紫竹峰的修炼名额怕是要抢破头了。这两个小鬼怎么感觉气息比上次来的时候凝实强横了不少？难道这紫竹峰到底藏着什么天大的秘物？长歌，看来我得想个办法进去瞧瞧才行啊！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这两个小娃娃离开时身上那股气息虽然一闪而逝，但绝对比来时强了不止一个档次。仅仅一天时间就能有如此境界，这紫竹峰的顾长歌身上绝对藏着天大的机缘。哼，顾长歌，你以为设下禁制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偏要看看你这小小的紫竹峰到底藏了什么宝贝！明天我就带上我晴月峰所有弟子来拜会一下顾师侄，我看你给不给这面子。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看来我这清净之子是要到头了。系统签到。紫竹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5000年修为。恭喜宿主触发特殊奖励，获得苍云秘境。苍云秘境可随身携带的9世界，内部灵气是外部100倍，还有少女传承。不错，正好缺个清静的修行地和仓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是谁想来我这紫竹峰凑热闹，都得看看自己够不够格。哎，这两个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可千万别在紫竹峰惹恼了长歌师弟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怎么样？长歌师弟他没为难你们吧？你们有没有闯祸？宗主放心，师叔他老人家和蔼可亲，我们怎么会闯祸呢？少贫嘴！我问你们收获如何？宗主，言语难以描述，您还是亲眼看看吧。这是紫府境中期筑基巅峰，你们这怎么可能？才1天，仅仅1天时间。宗主，如你所见，弟子侥幸突破了。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长歌师弟到底用了什么神仙手段？宗主您是没瞧见，师叔他老人家随手拿出的茶叶，便是传说中的悟道茶。我跟沈师妹只喝了1口，便陷入了顿悟。后来师叔又赐下9转金丹的粉末和先天灵髓，为我们洗髓换脉，
这才一举突破。师叔的灵石也能增长修为，稳固根基。悟道茶，九转金丹，先天灵髓。我的天，这些传说中的东西，长歌师弟竟然当作寻常之物送人！快，李玄风，把手放上来，我倒要看看你们的资质提升到了何种地步。圣级下品，申惊鸿，快，你也来测！快，让本座看看长歌师弟究竟给了你何等逆天的造化！圣级中品，圣级中品，又一个圣级，还是中品！我青云宗这是要出真龙了！宗主，您别太激动，当心龙体。天佑我宗，天佑我青云宗啊！一个圣级下品，一个圣级中品，还是先天剑体。那帮老怪物要是知道了，怕不是要嫉妒的吐血三升！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关于你们资质提升到圣级一事，烂在肚子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可让第五人知晓，明白吗？弟子明白。弟子遵命。怀璧其罪的道理不用我多说。若是此事泄露出去，引来的将不是荣耀，而是灭顶之灾。在你们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必须学会藏拙。不行，如此天大的恩情，必须得亲自上门道谢。对，道谢，顺便看看能不能再求点机缘。堂哥师弟连悟道茶都当水喝，看得上这个？师弟身边的侍女都比我修为了得，这天级法宝送过去，怕是只能当个烧火棍，拿不出手，太拿不出手了。千日醉啊，千日醉！用1000种灵草发酵，窖藏300年方成。我得了50年都没舍得喝一口。哎，也罢，也只有此等神物才配得上师弟的身份。为师跟你们说啊，别看着紫竹峰冷清，你们长歌师叔祖可是个妙人，待会儿机灵点，若是能得到他老人家随手赏点什么，够你们受用终身了。哎呀，长歌师侄，哎，师叔我呀，快放我们下来！师叔祖救命啊！石师叔，一大清早，这是在我紫竹峰上玩什么新花样？玩什么玩啊？你这山上的结界也太不讲理了！怎么见人就捆呐？连自己人都不认识吗？
资质平平，一个天级下品，金丹圆润，根基扎实，随时可入宁丹中期；一个天级中品，灵气内敛，神魂稳固，只差一个契机便可宁丹圆满。诗诗说，你管这个叫资质平平？他竟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真实资质，连师傅都只能模糊感应，他绝不止宁丹界。也罢，来都来了，总不能让你们空手而归。进来喝茶吧。多谢师侄，多谢师侄！快，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快跟上！你们二人根基确实不错，既然来了，便在峰上住下吧。多谢顾师叔祖，弟子定不负师叔祖厚望。哎呀，我就说长歌师侄你最大方了。那修炼资源，念在师叔往日对紫竹峰也算照拂一二，峰上灵气他们自可取用。正好也到了用早膳的时辰，我去做些吃的，你们稍等。还有吃的，太好了！也不知道这位师侄的手艺如何，用的食材肯定不凡。借你些许精肉，助你淬炼六身，不必谢我。我谢谢你祖宗18代呀！长歌师弟，老夫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珍藏50年的好酒。石老头，你这老家伙怎么在这儿？动作比我还快。你才来，我们都到半天了。再说了，我这是带徒弟来拜见师叔祖，你来干什么？我可是带了礼物的，不像某些人空着手就想来蹭吃蹭喝。这味道是千日醉。哎呀，你这老匹夫，居然舍得拿出来！你休想，这是我给长歌师弟的，没你的份儿。都来了，就一起用早膳吧。哎，来，先给我买上。急什么？长歌师弟还没动筷呢，懂不懂规矩？这粥里蕴含的灵力竟如此纯粹，我感觉贫血都有些松动了。何止，这牛肉更是精华所去，喝下一口胜过我等苦修数月。师傅说的没错，这才是真正的大纪元。味道尚可，不过比起系统签到送的那些瑶池仙酿、忘忧酒，还是差了不少。那些酒存在储物戒指里都快发霉了。本以为自己不喜饮酒会一直闲置，现在看来倒是不愁没处用。咦，若白那丫头呢？怎么不见她人影？若白她有所感悟，正在闭关稳固修为。闭关也好，长歌师弟，我今日来除了送酒，也是想提醒你一句，最近外面不太平，你和若白丫头尽量不要离开清玄宗。不太平？何止不太平？玄阳子师叔，此话何解？焚天宫的烈天雄跟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哎呀，何止是疯狗啊，简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前段时间不知道被哪路高人连着揍了4次，每次都打得他妈都不认识。连揍4次，焚天公主烈天雄那可是洞天境后期的强者，谁有这本事？谁知道呢？兴许是哪位看不惯他行事霸道的老前辈出手教训罢了。问题是，这烈天雄被打傻了，竟一口咬定是万法阁下的黑手，于是就跟万法阁打起来了。哎呀，那叫一个惨烈呀！焚天宫死了好几个紫府境的长老，连洞天境的护法都折了3位。听说连山门附近的一条大型灵石矿脉都被万法阁顺手给占了。洞天境护法都陨落了3位，那万法阁岂不是也损失惨重？万法阁，他们不过是几个高手受了点轻伤，陨落了2个不开眼的紫府境弟子罢了。烈天雄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原来如此，连揍4次。我说烈天雄身上的伤势怎么会如此殊险？看来出手教训他的老前辈就是眼前这2位。公主恕罪，您体内这股残存的能量太过霸道刁钻，老夫用尽了各类宝丹，也无法将其化解分毫。废物，滚出去！公主，伤势要紧，不如我们暂且向万法阁服个软，他们阁内或许有疗伤圣法呀。住口！不可能是他们！万法阁行事光明磊落，若真是他们出手，绝不会这般藏头露尾，连番偷袭，手段狠辣。这不是万法阁的风格，定是此前被我得罪过的那些宗门。清玄宗、破阵门，他们必然是联合起来，请出了隐藏的老怪物，暗算我。您的意思是，
传令下去，暂停与万法阁的争斗。你立刻带人给我秘密详查清玄宗和破阵门，尤其是那个清玄宗，把他们上上下下都给我查个底朝天。一旦查实，无需回报，直接灭门。查清玄宗，这烈天雄还真会找目标。不过这焚天宫内部似乎也不是铁板一块。疯了，公主真是疯了，跟万法阁斗也就罢了，竟然把主意打到清玄宗头上。万一惹怒了那位不知深浅的神秘高人，整个焚天宫都要给他陪葬啊！不行，我得给清玄宗透个信，让他们早做准备。公主自乱阵脚，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得把这个消息告诉那边，让他们也来掺和一脚，这趟水越浑越好。长歌师弟，那个，你刚才用的神物……是啊，师侄，你看我们两个老家伙卡在这紫府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九转金丹和先天灵髓何其珍贵，我手里也没多少了，剩下的还要留着给若白调养身体，他的根基受损，需要这些神物慢慢温养。啊，是，师侄的身体要紧，是我们孟浪了。东西我多的是，但若让你们轻易得到，反而会滋生惰性。机缘要自己珍惜，才会懂得它的可贵。药王谷都束手无策，看来这次出手的人修为深不可测。阁主，烈天雄那老匹夫到处宣扬是您下的黑手，我万法阁的声誉受到了极大影响。属下已经带人端了他们3座灵矿，斩了一名洞天境长老，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阁主，依我之见，此事未必是冲着我们来的，说不定是某个隐世不出的老怪物看焚天宫不顺眼，比如清玄宗的那位玄尘子老祖，据说当年就与烈天雄有过节。清玄宗，大长老，你亲自带人秘密去一趟清玄宗和破阵门，给我仔细探查一番。记住，务必小心行事，绝不能暴露身份。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敢把这黑锅扣在我万法阁头上。是，阁主。
一个派人来查，一个也派人来查，我这小小的清玄宗什么时候这么热闹了？也好，正好看看你们能查出什么花样来。王者境巅峰！老夫困顿100年，竟然在1日之间直达王者境巅峰了！圣境，我竟已触摸到了圣境的壁垒。多谢前辈再造之恩，此等大恩，晚辈没齿难忘。此间事了，我也该走了。师弟要走了，不多留几日吗？这里面是一颗9盏金丹和一瓶先天灵水，如何使用你好自为之。清玄宗的未来便交给你了。长歌师弟，此等神物，我宣阳子对天道起誓，必不负师弟所托。第442头，今日你必死！这股力量是要突破了。师尊，凝练战气，稳固境界。多谢师尊，弟子已斩杀442头凝丹境妖兽，幸不辱命。谁说任务完成了？啊？还剩58头。从现在开始，你的目标是紫府境妖兽。紫府境？这就是紫府境的妖兽。好强的力量，我的刀！好强的力量！硬拼不行，战神体不仅是力量，更是对身体的极致掌控。他的弱点一定在。找到了，脖梗下方皮毛衔接的缝隙。就是现在！原来这才是战神体的真谛，在生死之间突破极限。来，战个痛快！从只知有蛮力的蠢货，到懂得借势破防的战士，这才有了战神体的样子了。弟子宣阳子拜见五位老祖。宣阳子，宗内无事，何故来此打扰我等清修？抓，继续抓！老大，你这咳嗽声再虚弱点儿。宣阳这孩子怎么又来了？看他那表情，估计又在担心我们几个老不死的会随时嗝屁呀。瞒着他，我们都已是王者境，也是为了宗门好，免得这些小辈一个个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不错，我已是王者巅峰，更要压制气息，不能让他察觉。宗门行事还需韬光养晦。老祖们为宗门耗尽心血，弟子此次前来是侥幸得到了一些宝物，特来孝敬各位老祖。幸好我隐藏了自己已是王者巅峰的修为，不然老祖们一激动，怕是当场要驾鹤西去了。此待晚辈偶遇的一位前辈所赠的灵茶，还有10滴先天灵水，恳请老祖们务必收下，用以滋养仙体。
真是做对了。这气息，如此纯粹的生命本源之力，那位顾长歌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随手做出的就是这等逆天神物啊！老祖，此灵茶非同凡品。那位前辈说，若有机缘，饮之可入顿悟之境。顿悟？难道是传说中早已缺席的悟道茶？都收敛着，玄阳子这小子精明得很，别让他看出端倪。你有心了。对了，宗门近来可有何要事发生？年轻一辈的弟子们修行是否懈怠了？玄阳子，我等要运功调息，吸收灵髓药力。你先退下吧。是，弟子考虑不周。各位老祖，这是剩下的大部分灵茶，弟子就不打扰了。你们一定要保重仙体。快布阵，隔绝此地天机，连下3道结界，一只苍蝇都不能飞进来。好家伙，他真的顿悟了！是悟道茶，真的是悟道茶！老五，你可不讲究了，岂敢吃独食？给我留点儿！抢啊！不好，玄阳子回来了，快躺好！老五，倒是动一下呀！弟子忘了禀报要事，五老祖。茶一扎，五老祖虚弱至此，根本没力气泡茶。难道是刚才太过激动，直接吞食了？糟了，五老祖定是太过虚弱，承受不住灵茶的药力，急火攻心晕过去了。弟子这就去请顾长歌，以他通天彻地的医术，定能救治老祖。不可，别去！宗主，万不可！此乃我等修行小事，岂能惊动顾前辈那等天人？你快走，我自有办法唤醒老五。玄阳子，此事不许再提，这是命令，速退下。可是，退下！哎呦，吓死我了，差点就全露馅了。都怪你这个老东西，差点害死我们呐！我的顿悟，我的道！别吵了，去灵泉来泡茶，如此神物不可浪费。好，我的机会来了。师尊，弟子回来了。回来了，看来收获不小。幸不辱命，弟子与妖兽山脉中的兽王鏖战3日3夜，已成功突破至凝丹境中期。第一级资质的战神体果然非同凡响，在生死搏杀中寻求突破，这小子的成长速度倒也没个本做丢脸。不错，去洗漱一番吧，你这身血腥味扰了我的茶香。是，师尊。师尊他老人家一直待在山上，修为会不会有些下来了？我如今也是凝丹境中期，不知师尊现在是何等境界？凝丹境如此，怎么可能？师尊的修为竟然比我还低一个小境界。原来如此，师尊定是为了指导我，才一直压制着自身修为，耽误了修行。看来
我以前真是太不懂事了。从今往后，该轮到我来保护师尊了。或许我还可以督促一下师尊修炼，甚至可以与师尊切磋，让他感受一下压力。师尊，弟子此次历练颇有心得，斗胆想请师尊指点呀。好，你想如何指点？弟子想与师尊切磋一场，请师尊放心，弟子会点到为止。好啊，就在这庭院里吧，省得你毁了别处的山头。师尊，弟子得罪了。好快！可恶！力量不错，可惜太散了。师尊，您用的分明也是凝丹境中期的力量，为何？修为只是基础，你空有宝山，却不知如何取用。你的每一次攻击都充满了破绽。真正的战斗是力量、时机、心境的结合，你还差得远。我真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师尊的境界岂是我能揣测的？弟子知错了，弟子狂妄自大，请师尊责罚。知错能改，为时不晚。你的进步，为师看在眼里。已经很好了，你身负战神体，寻常功法无法发挥其万一。为师今日便传你一部无上战技——战天角式。好生修炼，莫要辜负了你的体质。待你修成第一式，再来挑战为师吧。弟子谢师尊传法，弟子定不负师尊厚望。签到成功，5阶的修为，还有这天地玄黄玲珑塔，不错。这10条地级极品龙脉埋于禁地之下，正好能改善老祖们的植树环境，也能让清玄宗的灵气再上一个台阶。至于那闲置的苍龙秘境，也该给宗门的小家伙们当个历练之所了。在我眼皮子底下玩这种把戏，焚天宫万法阁，手势那倒是挺长，连宗门里的一些长老也敢与外界勾连，倒真是被安逸的日子蒙了心。这些蛀虫是时候清理一下了。宗主，消息可靠吗？焚天宫那个老匹夫严苍云真的要来我们清玄宗？消息千真万确，不过他倒是聪明，知道先去破阵门探探路。探路？他是想看看破阵门对上次老祖出手之事有什么反应，借此判断我们的虚实。正是如此，他以为我们清玄宗是软柿子，想捏就捏。既然他想玩，我们就陪他玩玩，先让破阵门替我们挡一挡这第一枪。妙啊！就让破阵门去头疼吧。他要是探完路还不知死活的赶来我们清玄宗，我不介意让他再尝尝1天4顿打的滋味。想法不错，但终究还是被动了些。既然有人想看戏，不如我来搭个台子，让戏唱得更热闹一点。有意思，不止焚天宫的严苍云，连万法阁的莫灵子也偷摸地跟过去了。这是都想当黄雀。既然都到齐了，那就别闲着了。这盆脏水，就看你们谁泼得更准了。号称玄州第一镇宗门，如今连护山大阵都维持不稳了，看来是真的没落了。莫灵子，你鬼鬼祟
大长老在破阵门山门口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呀？都怀疑对方跟破阵门勾结，要对自己不利。结果呢，一言不合，把破阵门的藏经阁和炼丹房都给拆了，护山大阵都被劈开了。哎，我听说啊，严苍云被打得吐血3升，差点没死在那儿。而那莫灵子啊，最宝贝的白胡子被烧了一半，当场就气疯了。严苍云、莫灵子2个活了上千年的老家伙，倒成了我手中最好的棋子。既然你们喜欢看戏，今日便让你们亲自登台，演一出狗咬狗的好戏。莫长老，焚天宫那条离火精金矿脉可是他们的命根子，防守森严，此计能成吗？陈门主放心，老夫已拿到焚天宫的布防图，只要你我里应外合，断掉他们的矿脉，到时所得以3我7。好个莫灵子，好个陈铁山，竟敢觊觎我焚天宫的根基，找死！这是万法阁护山大阵的阵眼分布图，是陈门主费尽心力搞来的。等老夫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藏经阁，看他们还拿什么自称玄州第1阵法宗门。严苍云，你这卑鄙无耻的老匹夫，竟想毁我万法阁万年基业！莫灵子，你果然在此！严苍云，你这奸贼，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少废话！我亲眼看到你与陈铁山密谋夺我宗矿脉，今天就先拆了你盟友的老窝！老匹夫，你敢！2位大长老，这是为何呀？我破阵门究竟做错了什么？哼，陈铁山，你还有脸问？勾结万法阁，图谋我焚天宫，今天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万法阁也绝不会放过你！门主，我宗传承毁于一旦，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报仇？我们拿什么去报？拿什么？焚天宫、万法阁，欺人太甚，老夫定要上门讨个说法。老祖他老人家被气得再次闭死关了。禀告宗主，天大的喜事！何事如此惊慌？破阵门被拆了，焚天宫和万法阁的大长老在他们的山门里打起来了，藏经阁、炼丹坊全毁了，护山大阵都被打碎了。好，拆得好，活该！哼，谁让他们上次敢抢我们的灵草？报应真是天道好轮回。宗主，此事未免太过蹊跷，2位大长老怎会无端在破阵门大打出手？蹊跷，或许吧，但这世间之事皆有定数。破阵门行事霸道，遭此劫难，或许正是天意。师傅笑得好奇怪，莫非是修炼出了岔子，走火入魔了？师傅，你没事吧？是不是练功遇到瓶颈了？还是有什么心事？别一个人憋着呀！胡思乱想什么？哎呦，那你一个人坐在这傻笑什么嘛？我儿会担心的。只是想到了一些有趣的事。行了，你的战天九式已有小成，但根基不稳，再去修炼100天。我明白了，师傅一定是看到我修行神速，天赋异禀，所以才高兴地笑了起来。对，一定是这样。他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没有我这样的徒弟儿
家。禀告阁主，焚天宫那群蛮子欺人太甚，他们竟勾结破阵门，设下埋伏偷袭我等弟子们，死伤惨重啊！好一个焚天宫，好一个破阵门，真当我万法阁是你捏的不成？阁主，此事必须让他们血债血偿。传我命令，万法阁即刻起进入备战状态，所有弟子取消外出，长老集结，这笔账本座要亲自跟他们算。公主，万法阁那群伪君子与破阵门沆瀣一气，害我焚天宫折损数名好手，此仇不报，我焚天宫颜面何存？万法阁，又是万法阁，欺我宫中无人吗？本想在7大宗门比斗上再与他们清算旧账，既然他们急着找死，本宫就成全他们，传令下去。公主，请吩咐，唤醒地火窟沉睡的3位太上长老，另外开启禁地，此战允许动用焚天诀，不计代价。本宫要让万法阁和破阵门从寻州除名。我给什么交代呀？我才是最惨的那个呀！山门都被你们拆了，苍天哪！我到底是惹了谁呀？长哥，大喜事，天大的喜事啊！宗主何事如此高兴？你还不知道，现在整个玄州都快闹翻天了。焚天宫和万法阁彻底撕破脸了，都说对方勾结破阵门偷袭自己。现在2家都在厉兵秣马，大战一触即发，破阵门门主都快哭死了啊！可是我听回来的师兄说，是他们2家自己在破阵门打起来的呀，怎么会这样？这你就不懂了吧，小若白，这修仙界呀，有时候真相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信了什么。有趣，实在有趣啊！宗主，玄州之事暂且不论，我这里有个小玩意儿，或许对宗门有些用处。这是？此物名为侧心剑魄玉佩，可辨中间。凡心怀叵测，对我宗门有异心者，玉佩靠近，其身上便会显现灰黑色戾气；反之，忠心耿耿者，则会映出护体金光。侧心剑魄，这是传说中的上古至宝。长哥，你100年，我等了这个机会，等了整整100年。宗门之内早有蛀虫，只是苦无证据，无法连根拔起。有了此物，我清玄宗等可迎来真正的清宁。长哥，此恩清玄宗上下铭记于心。你放心，我必会低调行事，绝不引起宗门动荡。宗主言重了，我这边下山，从长老层开始查起。对了，长哥，查出来的内奸该如何发落？宗主，您才是清玄宗之主，此事由您定夺。风暴将至，正好也该让这玄州看看何为真正的清玄了。